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今天老魏在一个中国人开的越南工厂里面，看一下他们怎么开会、怎么管理。今天我在这个工厂呢，这个老板是刚刚开业，现在正好赶上他们开会。老板2019年来到越南，越南话基本上可以沟通。虽然老板越南话可以正常的和工人沟通，但是开会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翻译在边上。老魏就离得比较远一点，以防打扰到他们。身后这个穿黄衣服呢是抖音上比较火的一个叫全哥的，今天跟他一起来到这个工厂来看一看。全哥在抖音上呢说是要和100个中国老板一起直播，所以今天这个穆总呢是跟全哥一起直播的第10个中国老板。工厂的环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非常整洁。当然因为新开的工厂，这里场地相对来说还有点空旷，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非常拥挤了。这家工厂做的是软包，这里应该是它的做成的成品，那边是打包好的。这里呢是他们的仓库，地方也是非常大。这个工厂刚刚建成，投入使用1个月，所以很多空的地方。其实今天老魏来找穆总呢，是想聊一聊他的信息化，就 ERP 建设这一块。那这种老板呢，他是有比较先进的理念，在建厂的时候就已经把 ERP 规划进来了。所以老魏今天呢过来就只能交个朋友但他的 ERP 已经跟国内的工厂是联网的。那其实这块我们也可以做。如果哪个老板呢有这方面需求，可以跟老魏联系，一起坐下来聊一聊。目前在越南呢有很多工厂，实际上它是没有做信息化建设这一块的。那信息化呢，对很多老板来说呢，觉得这个一定要投入很多钱，或者说这个是我们无法企及的，都是大工厂来的。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，我无论是大工厂、小工厂，或者是一些贸易公司，那都要有这个信息化的东西。而且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、比较低廉的一个信息化的东西。我们一个 ERP 线上的，相对来说价格很便宜。我相信每一家工厂或者每家贸易公司都可以使用，也都用得起。那这样的东西呢，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有用处的。1年很少的一点钱就可以解决你很大的问题，提高你的生产效率，提高你的这个业务效率，来让你的成本降得更低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，我确确实实可以通过这个帮到很多老板所以对这个事业呢，老魏是非常非常的看好，也非常愿意投入的。其实所有有眼光的老板，有这个前景规划的老板，都是有这方面的打算或者计划，但是有的是出于成本的考虑，听说这个要花多少钱他就不问了，这个就打消了这个概念了。还有一块就是说，我们在做信息化初期的时候会非常痛苦，会改变你的很多习惯你的不良的习惯一样一样改变。其实刚开始是很痛苦的，那就像我们减肥一样的，运动一样的，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非常辛苦，但是我相信到后期给你身体带来巨大变化的时候，对你整个人来讲，或者整公司来讲，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。